大家频道，我是纳吉。海沃德是位于加利福尼亚旧金山湾区的城市，这里的人们一整年都可以体验温暖的气候。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就在这里，这里也生活着很多学生，让这座城市充满着活力。但这种活力曾在10几年前有过短暂的停滞。一位美丽善良、正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医学生突遭变故，让所有人陷入了悲伤。把时间拉回到2011年。26岁的米歇尔里是塞缪尔梅里特大学的大4学生。这个时期他在海沃德凯瑟医院实习，他非常喜欢在医院里工作，梦想成为一名医生。2011年5月27日是他的最后一天实习，过了今天，他就可以拿到从业资格证书，成为一名正式医护人员。这天是星期五，所有人都在准备愉快的周末生活。炎热的天气丝毫没有影响米歇尔的工作热情，他一直在医院里认真处理自己的工作，一直到了晚上7点的时候，才有了短暂的休息时间。但他突然想起来有东西忘在车里，需要取一下。经过老师的同意，他就去了位于医院对面的停车场。到了晚上，所有实习生都在办公室集合。可等了很久，却没有看见米歇尔。米歇尔的老师才想起之前他说要去停车场取东西，所以给他打电话，但没有打通。马上找来保安，一起去了停车场寻找米歇尔的车。正在停车场寻找的时候，就看到一辆白色 SUV 开了过来，看起来像是米歇尔的车。为了确认他就喊着米歇尔的名字走了过去，但那辆车却突然转头加速离开了停车场。他们追着车子想让他停下来，但还是眼睁睁看着对方从眼前消失了。他们认为驾驶员已经看到了自己，但为什么又要逃走呢？开车的人会是米歇尔吗？或者另有其人呢？米歇尔的老师果断选择报警。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医护人员从业人数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医疗需求。米歇尔的母亲就作为一名护士从越南来到了美国，在圣地亚哥生下了米歇尔和迈克尔。但米歇尔的母亲在1999年因患癌症离开人世。米歇尔一家人和表妹一家开始生活在一起。思念母亲的米歇尔想要跟随她的脚步从事医学工作。他考入了塞缪尔梅里特大学，就读护士专业，并进入凯瑟医院实习。他对自己未来的选择很坚定。即将正式踏入工作的米歇尔没有理由突然失踪。警方先询问了米歇尔最近是否有郁闷的事情，或者是遇到什么困难。朋友们回答，在医院实习期间他非常开心。老师说米歇尔的包还在桌子上，并拿给警方看。包里有米歇尔的手机、钱包等物品。警方又去了米歇尔停车的地方，车子已经不在了。仔细查看地面，竟然发现有血迹。于是对地面上的血液进行提取，并送去进行鉴定。警方马上开始调取监控，发现米歇尔停车的地方恰巧是一个监控死角，拍不到，只能看到米歇尔走向了自己的车子，就没有看到周围有人跟着他，而且他看起来很平静。消失在画面10分钟后，米歇尔的车子就开走了。为了确认驾驶人是谁，这个片段重复看了很多遍。但米歇尔的车玻璃贴了防窥膜，完全看不出驾驶人的样貌。在车辆离开停车场2小时后，监控还拍到了老师和保安来查看的画面，正如他们所陈述的那样。而这里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这辆车在开走之后2小时又返回了停车场。当看到老师摆手之后车子又再次离开了。确认米歇尔失踪之后，第2天，亲友开始发布寻人启事，并且引来很多媒体进行报道。这天，米歇尔的弟弟迈克尔突然收到了姐姐发来的短信。米歇尔在短信中说一切都好，还说自己需要独处，不要找他。弟弟收到短信后马上回拨过去，但他没有接。他马上把所有的短信内容给警方查看，结合之前地面上的血迹、冲出停车场的 SUV， 加上这条奇怪的短信，米歇尔很有可能身处危险的境地。警方推测存在另一个人正在威胁着他的安全。米歇尔的朋友们也接受了调查，但大家都不知道有谁会做这样的事儿。印象中米歇尔为人和善，从不与人交恶。其中有个叫吉塞尔的朋友和他从高中开始就是好友，所以对米歇尔很了解。他给警方提供了一条线索，说有一个叫斯科特的人很令人怀疑。米歇尔有男朋友，但这个斯科特一直在追求她，两人的关系
若即若离。得到这个线索，警方很快就去了斯科特的家里，询问他和米歇尔的关系以及当天晚上的行踪。斯科特说，他和米歇尔曾经交往了1个月左右，已经是前女友，后来就没怎么联系过。但警方认为他无法摆脱嫌疑，那开展了对他的调查和监视。那警方在距离医院800米的地方发现了米歇尔的车子，车门都是锁的，但好像去过山上或者是郊外，因为车胎处沾着泥土和一些植物。车辆发现地点附近呢没有任何监控探头，所以即便找到了车子，但还是没能发现米歇尔的踪迹。警方后续开始对米歇尔的车辆进行细致调查，车里没有发现任何指纹，在驾驶座上发现了一根头发，后座上发现了一张名牌，上面的名字是伊莲·奥古斯丁。伊莲是塞缪尔梅里特大学的职员，也就是米歇尔的学校。那警方马上赶去调查，发现米歇尔失踪的几天前，伊莲就已经去夏威夷度假了。那么在米歇尔车上发现的名牌，应该就是他丢失的。那通过电话确认呢，伊莲说自己的名牌一直放在办公桌。那到底是谁偷走了他的名牌呢？警方开始调查学校所有的监控果然发现了问题。米歇尔失踪前一天的5月26日，那个名牌有多次解锁门禁出入办公室的记录。那翻看监控视频的警方非常惊讶出现在画面里的是一个穿着黑色衣服、戴帽子的女性。她进来之后呢，试图打开几个房门，在楼道里走着，好像在找什么东西。那晚上7点05分下班后拍到的那名女子又出现在了教室里。那身穿白大褂、黑色头发的20多岁女性从身形和身高来看呢，和之前的应该是同一个人。她在教室里面寻找了一会儿，拿走了讲台桌子上的文件就离开了。而这个文件上的内容就是在外实习学生们的医院日程。这名行为可疑的女子拿到这个文件的目的是什么？又是什么时候偷走了名牌呢？就为了搞清楚，警方就一直往前翻看监控资料，发现呢，在这天上午，办公室的职员打开了门，那名女子就跟着进来了。她当时说和一位老师约了见面，就一直坐在沙发上，然后趁着那名职员出去，就进了办公室里，偷走了伊莲的名牌。在准备离开的时候，还看了一眼监控，所以监控很清楚地拍到了她的脸。那警方一眼就看出这名女子就是曾经作为米歇尔的朋友来录过口供的人，他的老朋友吉塞尔。他给警方留下的印象很深除了举报斯科特当时还怀有3个月的身孕。那吉塞尔的出现呢，解开了警方很多疑惑。2011年5月25日事发前2天，吉塞尔给他和米歇尔的共同好友发信息，说想知道米歇尔的地址，但那个朋友回答并不知道。然后也在这天，米歇尔的学校接到了一通电话，要求管理员提供米歇尔的信息，但被拒绝了。现如今他又大费周章潜入学校的办公室里，偷走了记录着医院实习生日程的文件，或许目的就是为了得到米歇尔的实习地点和作息时间。那事发的晚上7点半，也就是米歇尔出去半小时之后，急诊室曾经接到过一通电话。打来电话的女生说自己叫米歇尔，是一名护理学生，由于家里突然有急事，所以今晚就不回去了。接到电话的医生一头雾水因为这里是急诊室米歇尔是在产科实习，他并不认识米歇尔，而这个打电话的人应该就是吉塞尔。吉塞尔同样来自圣地亚哥，和米歇尔两个人呢，从高中时期就是好友，而且毕业后呢，两人一起来到旧金山求学。在这里，吉塞尔给米歇尔介绍了一个男孩，也就是斯科特，但两人只在一起1个月就分手了。之所以交往的时间很短呢，就是感觉对彼此不是很来电。分手后呢，偶尔还会在一些聚会上见面。很快斯科特就与之前牵线搭桥的吉塞尔相恋了。但他们两人之间呢，有太多的争执，让相处非常不融洽。2005年，两人在没有结婚的情况下生了一个女儿，但他们都知道无法在一起了，就分开各自生活。吉塞尔带着女儿搬到了圣地亚哥，那斯科特在从事金融分析相关的工作。最终他利用自己有经济能力的条件，获得了女儿80%的抚养权，把女儿带回了旧金山。那吉塞尔无法完全离开女儿独自生活，于是他也搬到了旧金山的近郊，经常和女儿见面。那斯科特说，两人生活在一个城市因为探望女儿，所以会偶尔见面嘛。
为了女儿，所以也会想着复合。那吉塞尔再次怀孕。但破镜呢已无法重圆，之前的分手就因为女方的极端猜疑心和占有欲啊。那吉塞尔认为斯科特还不断在和米歇尔见面啊，这是他完全不能接受的事情。尽管米歇尔当时已经有男朋友啊，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他就一直威胁斯科特，而且有很多极端的语言出现，这连续的给两人发去带有辱骂的信息，他不断辱骂米歇尔是。所以两人的好友关系也就是彻底决裂。米歇尔选择不回应，也没有和其他人说起过这件事情。吉塞尔变本加厉，多次和斯科特说准备亲手除掉米歇尔。那斯科特就感觉这个人非但不讲道理啊，而且已经接近癫狂了。他还特意给两人的通话录音，后期也交给了警察。You're gonna be honest about Michelle. Do you understand me? Whether you sleep with her, whether you share food with her, whether you talk to her.You will be honest with me. Look at me. You deserve to die for your lies. It's your last and final one. I will take your life and hers. 那种种的极端语言和不受控制的情绪，那斯科特认为他已经变得具有危险性了啊，所以向法院申请了限制令，阻止吉塞尔接近女儿。在米歇尔失踪的前3天，禁令生效了啊，或许这就是他对米歇尔的恨意爆发的导火索，因为两人已经完全是断绝联系嘛。所以为了找到米歇尔呢，开始不断打听啊，甚至潜入他的学校，偷走医院实习日程的文件。2011年6月1日，警方赶去了吉塞尔的家里，对他进行逮捕，也在他的家里进行了搜索，发现了一双沾有血迹的运动鞋，和停车场里提取到的血迹一样，都是属于米歇尔的，并收走了他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经过几天的调查，警方认为他们有足够的证据，使他们相信米歇尔已经被吉塞尔所杀害。他的电脑里搜索了大约300次奇怪的关键字有米歇尔的名字还有是否有某种化学物质可以不留痕迹的诱发心脏病发作，如何在不被抓的情况下跟踪某人哪里可以买到氰化钾这种关键字对于谋杀的指向性就很明显了。那事发当天呢，监控里还发现了吉塞尔的身影。那晚上9点过后，吉塞尔给他的朋友布莱恩发信息问如何解开被锁的 iPhone。第二天，他为了给米歇尔的手机解锁去了一家苹果商店，他谎称自己的手机被女儿给意外锁住了。那下午手机顺利解锁之后，米歇尔的家人开始收到一切都好的信息，吉塞尔用手机发信息的画面也被拍了下来。后经过化验，米歇尔车子驾驶座上发现的头发就是吉塞尔的，车子转向杆上也提取到了他的 DNA。事发后呢，两人的手机信号长时间在同一个地方，这些也作为重要证据提交。那尽管有很多证据但吉塞尔依然主张自己无罪，说自己与事件无关，因为他吃准了监控盲区和米歇尔还没有被发现的漏洞。警方也一直努力寻找米歇尔。那终于在米歇尔失踪近4个月的2011年9月，在旧金山海沃德的一处峡谷发现了已经严重腐败的遗体。那根据 DNA 和牙齿的分析结果，死者就是米歇尔。因为已经严重腐败所以法医也无法确定死因。遗体附近的草和当时在车上发现的植物是同一种，这个也作为证据提交。失踪了近4个月，米歇尔终于被找到了。但令人遗憾的是，人们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在了这个女孩的身上。那最终面对指控呢，吉塞尔说自己并不是谋杀，他只是为了去和米歇尔进行理论，结果引发激烈的争吵，一时被愤怒冲昏头脑，他用刀刺向了米歇尔的腹部。那米歇尔当场倒地失去意识，他把米歇尔放到车里，然后开车到远郊，把尸体遗弃之后，打算把车再开回到停车场。但遇到前来查看的同事之后呢，仓皇逃走，把车扔到了附近。至始至终他都认为米歇尔是感情的破坏者。他认为米歇尔和自己的丈夫又睡到了一起，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斯科特说，两人只有过一次简短的见面，什么都没有发生过。2011年12月，吉塞尔因涉嫌杀人被起诉，但他否认这个指控并申请了无罪辩护。他也在被起诉的过程中，在监狱里生下了一个男孩。2012年9月，陪审团以1级杀人罪认为他有罪，法官判处他无期徒刑，25年之后才有机会假释。米歇尔梦想着成为医生去帮助别人，但是一只脚刚踏上梦想的阶梯，就永远的离开了家人和朋友。
无妄之灾，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或许看到对自己行凶的竟然是自己的多年好友，而且完全不会知道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啊！只以为那一段早已成为过往的恋情，在那一刻他一定是无助而且不甘心的。吉塞尔极端的占有欲和扭曲的心理啊，病态到近乎癫狂的状态，让一个即将实现自我价值的年轻人失去生命，让一个家庭失去了重要一员，也让社会失去了一个称职的医者。但是吉塞尔到现在都在主张自己无罪，完全没有反省啊！法官表示呢，他的罪名已经成立，如果继续这种态度，那么他将终老狱中，无法得到假释的机会。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到最后别忘了点赞支持大吉，我是院长，拜拜。